都说大晋长公主一舞倾城，本王今天就想见识见识，说你能让本王满意，这饼就赏你了。起来跳！穿着衣服怎么跳啊？给老子脱！快脱！快脱！脱呀！快脱呀！快脱！报！皇上，大晋派人接长公主来了。大晋，孽障！我们千辛万苦寻回欢儿，你却嫉妒他分走你的恩宠，处处针对于他，还狠心的把你的小皇妹推下水，害死了她。那孩子才半岁呀，你怎么能够下得去手？如今满朝文武都看着呢。北疆虽是苦寒之地，却能保你一命。你去那里做3年质子，好好反省该如何做人。拖走！父王，不是我，父王。皇姐，我流落民间吃尽苦头，你和小皇妹却享尽荣华富贵，今日就让我亲手送你上路。敢把这几年的事说出去，本王就屠了你边境13城！滚！殿下，陛下已派暗卫护送长公主回国，你又何必亲自来接？见过太子殿下。倒是变规矩了些。父皇下旨让我来接你回家。你爱吃的玲珑糕，北疆却没有，我怕母后怕你嘴馋，让我给你带来。不要碰我！沈未央，我把你送来北疆救了你一命，你不但不领情，你还蛮不讲理，是不是我太纵容你了？是未央冒犯了，还请太子殿下知罪。你叫我什么？3年未见，你连我这个哥哥都不认了。殿下说过，未央不配做你妹妹，未央谨记在心。太子哥哥，我不要去北疆，求你了，求你救救我！自秦皇回来之后，你便3番5次陷害于他，你怎么变得如此狠心？沈未央，你不配做我妹妹。父皇母后并未剥夺你长公主的封号，你摆个脸色给谁看啊？我在意的从来就不是长公主的封号。3年前，是你们亲手把我送进地狱。事到如今，我不会再认你这个哥哥。你害死小皇妹，如果我们不把你送走，你早被众人粉拉去砍头了。你不知感恩，还怨恨我们，好似
你3年在这过得有多委屈，你简直不知好歹。既然你不想当这个长公主，那你便留在这儿吧。哼！就算死，我也要离开北疆。皇祖母还在宫里等我。未央，这3年你到底经历了什么？不要！从今日起，你就是整个营帐最下贱的女奴。不要！好家伙！未央，你醒了。宣太医，是殿下。来，让母后看看，怎么会瘦成这样？这些年，北疆人不给你吃饱饭吗？怎么了？这是？未央，你是不是在北疆受了什么委屈啊？父皇，那些北疆人，他们……姜王答应过我，不会让这贱人回宫。要是让父皇母后知道她做了女奴，怕是会心疼得不得了。父皇，咱们大晋是泱泱大国，她又是大晋的公主，哪里有蛮夷之人敢欺负长公主呢？可能皇姐就是因为太久没见我们，过于思念，这才流泪的吧。说的也有道理，看来这3年你也是懂事了不少。我王朕送你去北疆的苦心。哦，来。北疆苦寒，怕不是落下什么病根儿了，不然怎么会昏迷呢？不过是去北疆做质子，能有什么事儿？陛下，长公主气血不足，甚是两亏，这是小产后过于虚弱才会昏迷。什么？小产？未央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是，那是因为你尚未成亲，怎么能如此不自爱？朕送你去北疆，是让你反思己过，没成想你却不知悔改，还在北疆荒淫无度，怀上了孽种，你简直是毫无廉耻！贱人，我还没出手，你就送上把柄了。父皇，皇姐一人在北疆，难免寂寞，这才和蛮夷之人有了苟且。但是我们也不好过度苛责于她，只是那蛮夷之人都不太干净，也不知皇姐她是否染上什么丧病。没有，绝对没有，长公主就是就是小产多次，伤了根本，日后怕是再难有孕。下去吧。是。小产多次，再难有孕。这些年你究竟干了什么？3年前，是你们把我送去北疆的。我们送你去做质子是为了你好，否则你怎么保住性命？你如何悔过？你怎么就不明白我们的一番苦心呢？
为我好，就送我去做女奴，让我受尽欺辱，谢皇后娘娘恩典。母后，你叫我皇后娘娘？皇姐，你若是对我有怨，那别冲我一个人来，你怎么能埋怨母后呢？这3年你到底学了些什么，竟然越来越歹毒？这伤，这伤是绳子勒的。你在北疆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哎，不想冻死就学声狗叫。未央，你是不是被人欺负了？谁干的？我要把他千刀万剐！我说了，你们会信吗？你是我女儿，我怎么会不相信你？你父皇也绝不会放过那些伤害你的人。怎么回事？北疆王不是说他已经善后好了吗？怎么这贱人身上还带着伤？主子，北疆王说过，只要披上他的斗篷，就算发现他受伤，也没人会相信他被虐待。斗篷？皇姐，你不承认自己和蛮夷之人有苟且就算了，怎么还能说谎呢？据我所知，北疆王每赢得一场战役，就会在自己的斗篷上镶嵌一颗宝石，以示战功。他能把这件重要的斗篷送给你，就说明他将你放为座上宾。这样，蛮夷之人岂敢欺辱你？这斗篷是……沈未央，你为给自己开脱，可真是费尽了手段。果然，你为了让我们相信，把自己弄得满身伤，还穿这种不知廉耻的衣服，把伤露出来给我们看。你这3年竟学会了这些！我以为没有我们的庇护，你就能改掉劣根，可是为何会变成这样？早知你这般下贱，3年前就不应该让你活下来，真是丢尽了朕的颜面。哼！你身上这是什么？我倒要看看你要耍什么花样！我倒要看看你还要耍什么手段！依儿，未央毕竟是你的妹妹，无论她做错了什么，你都不能这么对她。身体发肤，受之于父母，她竟然这般作践自己，母后，你何必为她担心？是我自轻自贱，既然你们这么厌恶我，又何必许我回来？若非是皇祖母挂念，你以为这宫中真有人会想让你回来吗？今天是你回宫的家宴，你皇祖母特意从寺里回来看你，她不知道你犯了大错，去了北疆，还以为你一直在皇庙为我祈福。你懂事点，不要让她知道，免得她忧心。犯下大错，皇姐，当年你害死小皇妹，没有愧疚之心就算了，该不会把小皇妹忘了吧？小皇妹，沈清欢，该愧疚的人是你才对吧？皇姐，你怎么能污蔑我呢？我当年跳下水中救小皇妹，发了高烧，差点药石无医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是因为我没能成功救到小皇妹，才连累了你被发配去北疆？清欢，你莫要心急，我们都知道你性子良善，而你心思歹毒，手段卑劣。事到如今，你还要攀有清欢，这3年
你这是白活了。这3年，我日日夜夜都想早点死。你不用摆出这副嘴脸，好像说我们送你到北疆是我们错了一样。你在那边和蛮夷苟且，过得倒是快活。如今，你有什么脸面在这里装可怜？别说了，义儿。未央，我们送你去做质子，也是为了你好。你早晚会明白我们的良苦用心。家宴快开始了，母亲为你准备了云锦天衣，你一定会喜欢的。多谢皇后娘娘。母后，皇姐好像还是不待见我，不如我亲自为她送一件衣裳，或许能消除我们之间的隔阂。还是欢儿懂事，同样是女儿，未央要有欢儿一半乖巧就好了。殿下，你怎么伤成这样啊？天煞的蛮夷，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你？没事的，嬷嬷，都过去了。能没事吗？你是我看着长大的，你最怕疼。这么多年，你在外面受了多少苦啊？要我说，就应该告诉陛下。我若说了，他们只会觉得我在装腔作势。原来你有自知之明啊，那你怎么没死在北京？你怎么来了？当然是来给姐姐送这件云锦天衣的，我还特意为姐姐制造了合适你的样式。姐姐在北疆被一群下流的大头兵轮流偷拍，这件肮脏的衣服和姐姐肮脏的身体，是不是很般配？你知道我在北疆的事？何止是知道，我还特意拜托北疆王找一些士兵轮流每日看守，这样你才没有机会跑出来。只可惜你遭受了那样非人的折磨，竟然还有命能活下来，还敢回来和我争宠，你也配？二公主，她可是你姐姐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她？你，哎呦，嬷嬷，你算是个什么东西，也配教训我？好姐姐，你有空关心她，不如多关心关心你自己。3年前你就输给我，今日我们且走着瞧。嬷嬷，你还好吧？殿下待我这般好，可3年前我见二公主对小公主下毒手，怕拖累家人，没有说出实情。今日我拼了这条老命，也要把这件事告知陛下。殿下，我没事儿，只可惜这件衣服。嬷嬷，我本身已经脏污，穿不得这云锦天衣，你去帮我换件素衣来。是。未央，怎么没穿母后为你准备的云锦天衣？母后，别怪皇姐，是花儿笨手笨脚，弄脏了云锦天衣的裙摆。皇姐是嫌脏，这才没有穿的。一点脏字就嫌弃上了，还说不想当公主，依我看，简直就是骄奢淫逸。就算不穿云锦天衣，为什么要穿一件素衣？是啊，皇姐，穿这么素，不知道的还以为父皇和母后苛待你了呢。嬷嬷，还不滚下去换衣服！谁允许这么跟未央说话的？尊母，皇祖母，母后，母后，
我听说这3年你都在皇庙为你母后祈福，快让皇祖母看看你瘦了没有。祖母，是未央不孝。傻孩子，你回来了，皇祖母就高兴了。有皇祖母在，绝不让别人再欺负你了。他那骄纵的性格，谁敢欺负他？未央是你的亲妹妹，平日你和她就是这般讲话的，你的礼节都学到哪儿去了？母后，你个偏心眼的皇后，这次啊，要偏到儿子身上了。都是我的孩子，我又怎么会偏心呢？你不偏心，未央什么秉性？你会眼盲心瞎，看不清楚？我还没老糊涂，我啊，就相信未央。未央，你别怕，告诉皇祖母，刚刚啊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刚刚啊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皇祖母，未央告诉父皇母后，想要去寺里的事情。寺里呀，不比皇宫，皇祖母啊，怕你住不习惯。只要有皇祖母在，未央什么都不怕。好，好，不行，未央，你刚回宫，怎么就能走呢？母后舍不得你。哪有人会舍得荣华富贵不要？这贱人不过是以退为进，想让父皇母后心疼，我才不会让他得逞。皇姐必然是讨厌欢儿，所以才说要走，都怪我，欢儿不应该回来的。沈未央，你就这么迫不及待？皇祖母这刚回来，你就开始用上苦肉计了，非要逼走清欢。你的眼里就这么容不下她？她可是你妹妹。都给我闭嘴！未央半个字都没有提，反倒是你们一人一句，都是一副想逼走她的模样。你们如果不会好好说话，哀家这就带着未央走。母后，都是儿臣的错，您就不要再跟儿臣一般见识了。这还差不多。好孩子，还记得皇祖母爱吃什么？未央，你多吃些，这次回来你都瘦了。这块肉就算买你身子的赏钱了。我不吃。你发什么疯？母后好心给你夹菜，你不领钱就算了，反倒还给母后摆脸色。是啊，皇姐，这道菜你不愿意吃也不吃，怎么还能先碗呢？这样多伤母后的心啊！未央，你脸色不好，是不是不舒服呀？孽障！你现在这个样子是连装都不跟我们装了是吗？你的眼睛里面还有长幼尊卑吗？把那块肉捡起来，吃了它！把那块肉捡起来，吃了它！你吼什么？看把未央吓的！皇祖母，您刚回来可能不知道，沈未央这2年学了一身本事，惯会装模作样。你给我闭嘴！未央脸色都白了，这哪能装得出来？贱人，让这死老太婆偏心，在这惺惺作态，我饶不了你！皇姐，你就别惹大家生气了，快把这块肉吃了！清欢，清欢，欢儿，又是你！清欢到底怎么你了？你要一次一次的加害于他。清欢要是有事，我要你偿命！陛下，娘娘，公主的病不像是普通的疾病，倒像是中了那巫毒之术。什么巫毒？这宫中怎么会有如此的邪术？
娘娘，二公主给长公主送完衣服就有些不太对劲，还请娘娘给二公主做主啊！孽畜，还不快跪下！还不快跪下！荒唐，这事跟未央有何干系？母后，您有所不知，沈未央多次陷害欢儿，这次更是敢行巫蛊之术。再怎么偏袒她，儿臣今日也要治她的罪。这2个人空口白牙，要定未央的罪，哀家不允。皇祖母，你别被沈未央给骗了呀！3年前她毒害小皇妹，如今又故技重施，毒害清欢。我们养了你18年，却养成了狼心狗肺。你们不是说那孩子病逝了吗？未央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皇祖母，不是我做的。不是你，那小皇妹自己掉水里的，不是你清欢自己咬了舌头吗？好啦，我就不管3年前怎么回事，未央说她没做，我就信。父皇，母后，华姐肯定不是故意要害我和小皇妹的，她只是怕我会分走你们的宠爱，是我不该回来。孽畜啊，孽畜！未央，皇祖母，你就别再插手了，有人正在场，此事无可辩驳。沈未央必死无疑。陛下，老奴可以给长公主作证。老奴可以给长公主作证。说，陛下，老奴是长公主的乳娘。3年前，我亲眼所见，长公主把小公主给丢下水。只要二公主放过老奴3个儿子，老奴任凭二公主差遣。既然3年前没弄死你，今日看谁还能救我！这也是长公主给我的，她要我埋在那个树底下。沈未央，人赃并获，你还有什么好说？嬷嬷，为什么？来人，将这个谋害主子的奴才拖出去，斩首示众。孽畜！3年前我就不应该放过你，今日便当着众人的面处置了你。陛下，我们养了未央18年，你不能这么狠心啊！你，未央，快和你父皇认错啊！皇祖母，我没有错。你这孩子，你父皇什么性子呀？哀家最清楚不过了，他怎么舍得他一手养大的女儿啊？你给他个台阶，他就下来了。3年前我就求过他们，但是他们却把我送去北疆做质子。什么？北疆？你不是说未央去了皇庙吗？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母后，我们也是为了他好。他犯下弥天大错，没有我们的庇护，他才能明白事理。你们，哎呀！母后，母后，皇祖母，母后，你怎么样了？母后，皇姐，我知你因为我也恨父皇和母后，可你不该把在北疆的事情告诉皇祖母。皇祖母本来就身体不好，你这样不是要了他的命吗？孽畜！住手！快住手！住手！我们费尽心思为你着想，你却对我们心生怨恨，而且还害了母后。朕当初就不该留下你这条命。为我着想？那你有没有想过，我在北疆过的那是什么日子？自然知道，与蛮夷私通，怀着孽种的风流日子。北疆军营里有10万人，
我在那里为奴为娼，你们管这叫做风流？一派胡言！你是大晋的长公主，北疆那些人怎敢让你做奴隶？你简直是，不可救药！母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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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身体不好，您就别管了。是我们太过纵容他，他才犯下了大错，这是他的命啊！不生气，不生气啊！我没有错，是你们一直不肯相信我。够了！我不远万里跑去北疆，用10万两黄金和苍狼要了一个要善待你的承诺，换来的却是你的狼心狗肺，恩将仇报。你不配做我的妹妹。这是……你现在相信了吗，太子哥哥？你现在相信了吗，太子哥哥？北疆人只会在奴隶身上刺字，你身上怎么会有？因为我在北疆就是最下等的奴隶，3年了，我没有吃过一口饱饭。为了吃一个馒头，他们就让我脱光了衣服跳舞。在他们眼里，我就是一条狗。每天我帮他们干完活，晚上他们就凌辱我，甚至连那些军营里的士兵都对我为所欲为。他们在我身上刺字，就是为了让我记住我是最下贱的。你们造孽呀！大晋和北疆打了几百年，即使一击一和，也还是死敌呀。就算未央不是你们亲生的，但也有18年的情分在，你们怎么舍得让那些蛮夷这么糟蹋他呀？未央，是母后错了，是母后害了你。未央，我当年把你送走，那是为了保你的命，没曾想这群蛮夷竟然阳奉阴违，是父皇思虑不周，父皇对不住你呀！你受了欺负，怎么不告诉哥哥？你明知道只要你一句话，我就会把你带回来。北疆和大晋万里之遥，他们怕事情败露，从不让我传信。你让我如何告诉你们？怎么可能？你送来的这些信，母后看过无数遍。你说你在北疆一切平安，我才放心把你留在那。清欢，这些信都是你给母后的，可未央从来没写过，这怎么回事？我装了这么多年的善良懂事，绝不能被他们发现信是我伪造的。太子哥哥，我的确是收到了北疆的信，但我当时太过于担心皇姐，并没有确认是否是皇姐亲手所写的，这都怪我，是我害了皇姐。看来是蛮夷怕事情暴露，冒充未央的笔记，瞒骗我们。这群人简直无法无天，朕一定不会饶过他们。哀家倒觉得这事蹊跷得很，还是派人去查个清楚。皇姐，对不起，是我害了你，害你在北疆受尽了折磨，我现在也一头撞死在桥上，给你赔罪。花儿，你也是被蒙蔽了。未央，他不会怪你的，千万别胡思乱想啊！未央，你快说，此事不怪欢儿。沈未央，
你摆这副嘴脸是给谁看？你想逼死你妹妹不成？未央，清欢秉性纯良，她也是被骗的，错不在她呀。是我害了你，你要恨，就恨我吧。从小到大，我都舍不得让你受一点委屈，可是3年前，我却求父皇下旨，把你送去北疆，我明明可以阻止的。未央，哥哥错了，哥哥不会放过那些欺负你的人，哥哥会竭尽所能的补偿你。你原谅我好吗？哎呀，这东珠你惦记多年，父皇都不曾给你，如今哥哥用战功换来了，打成一枚簪子，来送给你，当你的吉吉礼。这簪子手工怎么这么差呀？难道是太子哥哥亲手做的？怎么，你嫌丑啊？那丢掉。啊，别丢别丢。这东珠寓意平安，哥哥祝你一世顺遂，喜乐安康。我原谅你，只要你能让这个字在3年前没有在我身上出现，你能做到吗？我知道你怪我送你去北疆，可我是你哥哥呀！沈清欢回来那天起，我就没有你这个哥哥，你们也不再是我的亲人。沈清欢，这是太子哥哥送我的，还给我。皇姐，我只是从小到大没有见过这样好的东西，你不想给我看，我可以不看的。可是你为什么要划伤我的手？沈未央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平日里骄纵跋扈也就算了，如今竟然还敢伤害欢儿，你何时变得这般歹毒？欢儿自幼流落在外，从未见过这么好的东西，他不过是羡慕你，你为何要如此对他？父皇，不是我，太子哥哥，别叫我哥哥！未央，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？我们养了你18年，你和欢儿都是我的女儿，你不能这么伤我的心啊！你的女儿？为什么沈清欢说的话你就深信不疑，我说的话你就一个字也不信？那是因为欢儿在宫外受了不少苦，我们才对她照顾有加。父皇从今日起答应你，一定会对你们一视同仁。一视同仁？那如果我说3年前是沈清欢他害死了小皇妹，你们相信我吗？怎么可能呢？欢儿生性纯良，她是不会伤害人的。母后，是我没用，我本有机会救下小皇妹，但我却没能成功。这么说来，确实是我。皇姐，我给你跪下。皇姐，你怨我、打我、骂我都行，但你不要怨恨父皇和母后。此事与清欢无关，是我们对不住你，你何必为难于他呀？好了，这3年就当是我们亏欠了你，可是我们对你的养育之恩也足以抵消你所受的苦。此事就到此为止，以后谁都不能再提。这3年就当是你为你的小皇妹赔罪吧。未央从不说谎，
这一家子却是鬼迷心窍。早知如此，当年我就该把未央许给南城王，免得他去北疆受罪。如今怕是只有查清3年前的事，才能还未央一个公道。这里怎么会有血迹？花儿，你是不是受伤了？啊，花儿，你让母后看看，你伤在哪儿呢？母后，我没事。来人，快来人！宣太医。未央，折腾这么久了，你也乏了，快回去休息吧。好。他是南城王陆怀川，多谢王爷。长公主的脚血流不止，宫中是没有太医吗？自然是有的，只是没人在意我的伤罢了。长公主，冒犯了。王爷，男女有别，这不合规矩。那又如何？本王只知道长公主的伤需要上药。王爷为何要帮我？你及笄之后就要嫁人了，我听皇祖母说要把你许给南辰王，等你结婚的时候，哥哥亲自背你上轿。什么？不，我不要嫁给他。本王有件事想问长公主，你为何不？怀川哥哥，父皇跟我说你前些日子都不在皇城，我还以为你来不及参加我的生辰宴了，还好你回来了。原来他和沈清欢这般亲近。二公主，男女有别，此举不合规矩。勾搭陆怀川3年，他都不为所动，这贱人一回来就能和他亲近，凭什么？是我错了，我就是一时见到怀川哥哥，心中高兴，这才失了分寸。这么晚了，你和皇姐还在这里说悄悄话，想必应该是有很重要的事情。那我就不打扰了，我先走了。慢着，该走的不是你，是你妈。陆怀川，清欢久病未愈，难得出来散心，你怎么这般不解人情？明知父皇为你2人指婚，于情于理，你可都不该这样对他。本王的婚事还不必劳太子费心。你夜里寒气重，我送长公主回宫。不必了，我自己可以。道谢。沈灵妖，这就是你的手段吗？你跟清欢争宠还不够，如今还跑来抢她的婚事。我们曾答应过你，会待你跟清欢一样，你怎么这么嫉妒于她？本王倒是不知，太子殿下何时换的眼疾，竟连自己皇位脚上的伤都看不见了。你说什么？未央，我不知道你。不用解释，我根本不在乎你说什么。未央，哥哥没相信你，
哥哥错了，只希望你能收下这枚簪子，原谅哥哥。殿下，方才2位公主都被太后叫去安和宫了。你个畜生！原来是你害死了那孩子。二公主，别怪奴婢，太后娘娘说了，只要我说实话就饶我不死。奴婢为了活命，把你伤害小公主的事都告诉了娘娘。皇祖母，是这个贱婢，她在诬陷我，泰迪是受人指使，被人收买了。事到如今，你还在狡辩，可见你对那孩子没有半分的愧疚。你这畜生，你就不配做大晋的公主。可怜未央被你害的，遭了那么多的罪。哀家这就告知皇帝，把你送去北疆，让你也尝尝他受的罪。皇祖母，青花错了，青花再也不敢了，就饶了青花这一次。皇祖母，皇祖母，你能容得下沈未央？我可是你的亲孙女，你为什么独独容不下我？你心狠手辣，哪里比得上未央？你这种孙女，不要也罢。来，老不死！既然你不愿意认我，那你就去死！还愣去干什么？你以为你认罪了，他就会放过你吗？咱们要不一起把这个老不死杀了！我跟你讲，你也逃不过！祖母，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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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祖母，怎么回事？来人，快来人呀！快宣太医！未央，怎么回事？皇祖母，皇祖母，皇祖母怎么会中毒？皇祖母，皇祖母，皇祖母，我只是去拿了件衣服。皇姐，你怎么能毒害祖母呢？难道是因为他没有答应把你赐婚给南辰王？他平时对你那么好，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？是你害死了皇祖母！不是，我来的时候皇祖母就已经出事了。你一直在这里，是你害了皇祖母。够了！皇祖母危在旦夕，你还不知悔改，还想把罪名栽赃在清欢头上，你简直丧心病狂！不会再念起旧情了，今日谁也救不了。来人，把罪人沈未央押解回宫，听候发落。若有抵抗，照射。是。不好了，王爷，长公主毒害太后，被关起来了。你说什么？王姐，你还真是命运。太子哥哥那么讨厌你，居然就只是把你关起来。你呀，可真难杀。是你害了祖母。是又怎么样？她可是你的亲祖母，你怎么下得去这个手？亲祖母？可他不认我这个孙女，他认的是你这个贱人。他该死！畜生！
就凭你，也配打我？我知道你怪我占了你公主的名号，但我从来就没有想跟你争，不然当初我就不会带你回皇宫。你究竟为什么这么恨我？说到这儿，我倒是真应该谢谢你。要不是你来找我，我都不知道我居然是被调包的真公主，我才是父皇母后亲生女儿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他们更宠爱你？这3年来，每一天他们都在念你。太子哥哥甚至会拿我的名字叫成未央。要不是有这些信骗了他们，他们早就把你接回来了。凭什么？你凭什么能得到所有人的喜爱？难道是因为你这张脸吗？那我就毁了它，看看谁还会对你念念不忘！可不长眼的，居然敢伤我，不要命了吗？本王这条命，你怕是拿不走。他又帮了我一次。怀川哥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刚才只是给皇姐送簪子，你怎么吓唬我？本王没有吓唬你，今天只是给你个教训罢了。你若再敢伤害未央，本王下次射中的就不会只是手腕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连你也护着他？他就是个残花败柳之身，不知道跟多少男人睡了，他也配？怀川哥哥，他去北疆当了3年的娼妓，回来的时候肚子里还刚刚小产过，他自己应该都不知道肚子里怀的究竟是谁的野种。果然听了这些事，是个男人都会觉得我恶心。我知道。前些天我没在皇城，就是去了北疆。停！你们一个都逃不掉！我要替我报仇雪恨！查清长公主到底经历了什么。不可能！你知道为什么还对她这么好？就凭她是沈未央。怀川哥哥，你一定是被他骗了，对不对？他就是一个娼妓！闭嘴！你要再敢乱言，本王定可让你这辈子再也说不出一个字。滚！这个贱人怎么这么好命，偏被陆怀川护着，我得快点把他弄死，他夜长梦多。你放心，我已请来药顾神医前去为太后诊治，太后不会有事。王爷的大恩大德，未央感激在心。可未央不值得王爷这样做，请王爷放手。王爷，3年前我不在皇城，没能阻止你去北疆。这一次，我不会再放手。陛下，禀陛下，太后年事已高，身体本就虚弱，此次又中毒脱身，恐怕很难再醒来。你说什么？父皇，臣告退。孽畜！毒害太后简直是天理难容！来人，把他拖下去，凌迟处死！怎么能问都不问清楚就治罪呢？
你总要听听未央解释清楚啊！这有什么好解释的？他一心想搅秦皇婚事，皇祖母不肯与他赐婚，他便恼羞成怒，毒害皇祖母。他这样做，如何对得起母后的信任啊？未央，你说呀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岳家之尊，何患无死？我无话可说。你害得太后昏迷不醒，竟毫无悔意。既然你不愿认错，朕也不必与你浪费口舌。来人！陛下，不把事情问清楚，我是不会放未央走的。3年前，我们把她送到北疆，让这孩子遭了那么多的罪，我是不会再重蹈覆辙了。母后本来就想把未央许配给南城王，她怎么会不肯指婚？皇姐，事到如今，欢儿不能再替你隐瞒，不然就太对不起皇祖母了。父皇，儿臣有事要禀。昨日皇祖母跟儿臣说，皇姐在北疆根本没有受人欺辱，她只是过不惯下人的日子。她在去北疆的当天，就自请去了苍狼王的营帐，就连她身上的字，也是为了讨好苍狼王自己刻上去的。什么？皇祖母瞧不上姐姐的品行，便没有将她指婚给南城王。结果没想因此事，她竟然如此狠毒。怎么会这样？未央，花儿说的是真的吗？我说不是，你相信吗？不是真的，母后怎么会忽然说这些？难道是母后凭空编造？是，我自请为娼，我自愿被人凌辱，我个小女，这般作践自己，还骗我们怜惜你，我们对你不够好吗？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你不是未央，我的未央那么好，她从来都不会自甘下贱，你不是的。母后，你千万不要太过激动，你还有花儿呢。幸亏母后找到了你，从此我只有你这一个女儿。想不到朕一世英名，竟养出了你这种心狠手辣的女儿。当年朕就该把你活活掐死，省得你在伤天害理。看在我们父女18年的情分上，朕给你一个全尸。来人！孽畜，你毒害太后，今日你喝了这杯毒酒，以你自己的性命去谢罪吧。只要这老不死不息，就没人能救我。你就乖乖下去和小皇妹作伴，我会替你们好好享受大庆公主的荣华富贵。我的亲人对我恨之入骨，只有我死了，他们才能如愿。也罢，18年养恩，就用我这条命来还吧。你这是干什么？朕就一口即忘，让他这么死，岂不便宜了他？不如让沈未央受50杖刑，然后逐出宫阙，任他自生自灭。50杖，就算是身经百战的将士们，也挨不过10杖。你让这孩子受50杖，
那你是想让他活活疼死啊？我就是要让他疼死，害死小皇妹，用这清欢下巫蛊。如今连皇祖母都被他害得昏迷不醒，他就那样死了，岂不是便宜了他？我就是要让他把这些罪都受一遍，否则怎么对得起被他残害的人？也罢，我们多年的养育之恩你还没有还，这50丈如果你受了，无论生死，你都不再亏欠我们。从今以后，我们分断一决。这样也好，从此我便与他们两清了。未央，母后，毒酒喝了皇姐必死，反倒是受杖刑，还有可能活下来。父皇和太子哥哥这是在保皇姐的命，没准啊，他们早就交代过侍卫下手轻点呢，您就别担心了。但愿这孩子能明白他们的好意，不怨恨他们。明明我才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为什么你如此关心那个贱人？行行，你是没吃饭吗？皇祖母对你百般疼爱，只愧对她的心意，我让你千倍偿还！给我打，狠狠的打！未央，你快醒醒！你醒醒啊！你看看我，我是母后啊，未央。母后，刚才都跟您说了，皇姐没事。皇姐，方才可是若是有下次，你可不要这样故意吓唬我们了。你也知道，母后的身子并不好。这才20几丈，他就装死，只不过是想少打一点罢了。好了，未央，你虽然没有受完刑，但是以你目前的伤势，恐怕日后也不能自理。从此以后，我们再无瓜葛。你即刻出宫，日后不准踏进宫门一步。父皇，皇姐身受重伤，怕是无法自由行走。皇儿请求您把皇姐留在宫中，暂时休养。清欢，你就是太善良了。未央受的伤，也不能弥补他陷害皇祖母的罪过。这是他欠皇祖母的。未央，老天有眼，我从未伤害过旁人，这辈子却是众叛亲离。若有来世，我宁愿生在清苦农家，也不要再与你们有任何牵扯。陛下，太后娘娘醒了，她要见长公主。老太婆怎么还活着？要是她说出真相，我就完了。欢儿，你脸色怎么这么差，手也这么凉？母后，别担心，我只是听到皇祖母醒来的消息，心中喜悦。啊，对了，你们是不是要赶紧探望皇祖母？我这就去御膳房准备一些膳食，然后晚一点再过去。去吧。沈清欢，你是不是害怕去见皇祖母？清欢又没做亏心事，他怕什么？反倒是你愧对皇祖母的厚爱，所以皇祖母才着急让你去见她。可见他对你太过失望。欢儿，皇祖母醒来一定很想见你，你就跟我们一起去吧。将沈未央
押去安和宫，交由太后亲自处罚。太后不必心急，长公主很快就会来见你。母后，母后，太好了，真是太好了！未央，陛下竟对长公主动用私刑，他陷害皇宗，就算父皇砍了他，是他罪有应得。母后，你怎么了？你慢慢说。怎么回事？太后为什么说不出话来了？回娘娘，太后的身体无恙，只是心神大振，患上了失语之症，只怕要再碰上令她心绪起伏的大事，才能刺激她再次开口。若非你毒害皇祖母，他怎会落得如此地步？你还有脸哭？信吗？死老太婆说不出话，谋害太后的罪名，沈未央你背定。欢儿，你皇祖母怕是想你了，快去陪陪她。皇祖母，欢儿在这儿。欢儿也是一片孝心，您为什么要打他呀？父皇，都是欢儿的错，欢儿没有保护好祖母，才让皇姐有了可乘之机。皇祖母，对不起，是我害了你。皇祖母，孽障！太后看见你就生气，滚出去！陛下，下毒之人尚未查清，陛下未免太过心急。朕早就说过要为你和欢儿赐婚，你却三番五次维护沈未央，你让欢儿置于何地？你可知道分寸？多谢陛下抬爱，但太后早已将长公主许配给怀川，怀川想娶的人也只有他一人而已。怎么，朕要赐婚，你还敢抗旨不成？若陛下执意赐婚，怀川只能抗旨不遵。放肆！怀川，你可能还不知道，未央这3年在北疆做了不少荒唐事，他早已不是处子之身。沈未央自轻自贱，给自己刻上奴字，取悦北疆王，甚至怀上孩子。他和清欢有云泥之别。不过，不知者不罪，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长公主的秉性如何，大家再清楚不过。陛下怎能相信如此胡话？此事是清欢亲耳听见，怎么清欢还能污蔑于他？一派胡言！这是北疆王的刀，怎么会在你这儿？我追杀苍狼3日，他亲口承认是他在长公主身上烙下的奴字，这就是证物。未央从未做过这些事，欢儿，不是你亲耳听到的吗？南郡王，你不愿意娶我便罢了，如今当着皇祖母的面，你还要污蔑我，难道你就只是为了保皇姐吗？我不同意。朕看你是被鬼迷了心窍，是非不分。未央，你不要再惹祖母生气了。你走吧，皇后娘娘，不要再说了，我早就想离开这皇宫了。你装什么硬气？你贪图富贵，你根本就不舍得走。若你真有骨气，现在就滚出皇宫。好。皇祖母，未央不孝，不能常伴您左右。但愿您身体安康，长命百岁。
沈未央，你想清楚，只要你踏出这道门，你便不再是大晋的长公主。求之不得。你考虑清楚，你刚挨了20掌，又身无分文，只要离开宫门，便会死在宫外，曝尸荒野。殿下不必担忧，未央自有人照顾。未央，未央！未央，你醒了。你伤得太重了，你父皇还是心软，对你格外开恩，特准你养好伤之后再离开皇宫。吃药吧，这是母后亲自为你熬的。不敢劳烦皇后娘娘。未央，你还是怨恨母后是吗？你毒害太后，如果不吃点苦头，怎么给大家一个交代？你到底明白不明白，人做错了事是要受到惩罚的。娘娘说笑了，我从不怨恨任何人，我只想尽快出宫，离你们越远越好。沈未央，就算是条狗，也懂得感恩。你这什么态度？义儿，别说了。未央，过几日便是你和欢儿的生辰，你就算要走，也得过了生辰吧。你就当是陪陪母后。好，果然不是亲生的。你要是与清欢一半懂事，就不会让母后生气。既然你想跟我们划清关系，那我给你送来的东西，你也别用了。从今日起，不会再给你送任何吃的。我倒要看看你是什么时候能认错。义儿，未央如此冷漠，难道真像义儿所说，不是亲生的就捂不入他的心？不，未央毕竟是我养大的，终有一日他会明白我们对他的一片好意。你去打听打听，北疆王死了没有？二公主，您与那蛮夷来往，不过是为了牵制长公主。如今长公主都回了大晋，您为何还要打听她的下落？你废什么话？我做什么难道还要跟你报备不成？只要苍狼死，就没人知道我根本不是公主。只要你能混进宫，帮本王拿到大晋的军备图，你就再也不是下贱的军妓了。如果你做不到，本王就敲碎你的骨头，喂狗！我要怎么样才能进宫？放心，本王早已给你安排好了身份，只要你不蠢，没人会拆穿你这个假公主。凭什么那贱人生下来就千娇万宠，而我就要任人践踏？我偏要鸠占鹊巢，逆天改命。清欢，清欢，你在干什么？我，太子哥哥，你看错了，那不是。还想瞒我？方才我都看得一清二楚。你身上这么大一块疤，你怎么不告诉哥哥呢？原来他以为我是受过伤，看来连老天都在帮我。太子哥哥，那是我进宫之前受的伤，我不想让父皇和母后担心，便一直没有说。求求你不要告诉他们好不好？我说你啊，就是处处为他人着想，所以总在沈未央手上吃亏。好，哥哥答应你，不会告诉别人的。谢谢太子哥哥。谢谢太子哥哥。过几日便是你的生辰了，哥哥给你打了一只南山玉镯，比那东珠珍贵1000倍，到时
你可不能嫌丑啊！我好不容易才过上这富贵日子，谁也别想当我的路。沈未央，你必须得死！醒了，你发高热，若不是我及时赶到，你怕是会烧得神志不清。我本以为他们将你留在宫中是想要将功补过，没想到他们竟连水都不给你喝。我并非他们亲生，他们又怎会在乎我的死活？未央，你愿意跟我去封地吗？奴婢亲眼看见南城王进了长公主的寝殿，到这会儿都还没出来，只怕生米都成熟饭了。夏荷，你一定是看错了，夜半三更的，南城王怎么会来皇姐的寝殿呢？就算他们两情相悦，也不该如此恬不知耻才对啊！沈未央做出的下贱之事还少吗？清欢，你不必替他求情，当不起你的好意。眼见为实，我们还是进去看看再说吧。夜半三更，私相受贿，还有什么清白可言？这个孽障，毫无廉耻，丢尽了皇家的颜面，朕绝饶不了他！孽障，竟敢在宫中私通外男，眼中可还有我这个父皇？敢问陛下，我与何人私通？你还在装傻？我问你，陆怀川人呢？此去山高水远，你可要考虑清楚，到底要不要跟我一起去。3日后你生辰，我会再来。若你同意，我带你一起走。若是被他们知道陆怀川来过，还不知他会被扣上怎样的罪名。殿下说的我听不懂。宫门已闭，南辰王怎会在未央宫？难道是那婢女看错了？母后就知道你不会做出这种事的。你这丫头胡说八道，竟诋毁长公主名声！就算你是花儿的婢女，本宫也绝不放过。还好我早有准备，提前做了假玉佩。母后，那是不是南城王的玉佩？你还在装傻？陆怀川如果没来过，他的玉佩就会出现在你的未央宫。未央，你糊涂啊！你在北疆做的那些荒唐事，他传不到皇城，可这是皇宫。你为了一时贪欢，竟与他人做出这种荒唐事。如果这件事传出去，以后你将如何自处？原来不管我是否说谎，他们都只相信沈清欢。我既已受了杖刑，就不再是你们的女儿。你，无论我做多么不堪的事，都和你们没有半点关系。你去哪儿？我想走，是你们非要让我留下。放手！太子哥哥，你就放皇姐去找怀川哥哥吧，他们两个既已有夫妻之实，
怀川哥哥想必不会娶我了。环儿愿意成全他们2个。沈未央，你真下贱！为了阻止清欢的婚事，你就这般作践自己，知不知道廉耻？未央啊，你真的以为怀川他会娶你？他只不过被你一时蒙蔽，迟早有一天他会厌弃你。到时候我们整个皇宫都会沦为大忌的笑话。我们处处为你着想，你可曾为我们考虑过？你这个畜生，荒淫无度！现在放你出去，还不知会做出多少错事来。今后你便待在未央宫中，反思己过。就算是死，也死在未央宫中。走！贱人，给我等着！早晚我会让父皇母后对你彻底失望，只记得我一个女儿。母后，我扶您回宫吧。既然你们这么厌恶我，3日后我会和陆怀川离宫，此生不踏入宫门半步。但愿你们能得偿所愿。环儿，今日是你的生辰，朕准备为你大赦天下，就算是替你积福了。谢谢父皇，也谢谢母后。母后送我的这件鎏金羽衣真的很漂亮。怎么是不喜欢哥哥送你的玉镯？怎么不谢谢哥哥我呢？你说什么呢？这太子哥哥亲手做的镯子，我怎能不喜欢？未央身子还未痊愈，也不知这几日他有没有好好照顾自己。陛下，未央被关了有些时日了，想必也该想清楚了，不如让他也来过生辰吧。母后，沈未央就是个不安分的，把他放出来，只怕会闹事，毁了清欢的生辰宴呢。明明是我的生辰，为何你们说的却是那个贱人？太子哥哥，你说什么呢？他毕竟是欢儿的亲皇姐。母后，欢儿派人去给皇姐梳洗打扮，我们把她接过来一起过生辰。欢儿有心了，要是未央能有你一半懂事，我也就放心了。你们是谁？长公主去参加宴席，不好好打扮打扮怎么行？二公主派老奴来为您梳洗，她可交代过了，一定要好好的伺候您。你们，长公主别着急，洗干净，老奴亲自为你换衣裳。别碰我！好了，看看。谢谢母后。这都50了，沈未央怎么还没来？太子哥哥，女子梳妆总要些时辰的。皇姐喜欢打扮，我们便多等等她吧。怕不是他使性子，存心让我们等着。算了，自己去请。陛下，是老奴没用，长公主她不愿梳妆。皇姐不愿梳妆，不想来参加生辰宴。母后，我是不是做错了？我不该去找皇姐的。清欢，你一片好意，是他不知好歹，简直不可救药。罢了罢了，不要再提她了，就当朕没有这个女儿。放心，你们很快就只会有我一个女儿了。
今夜我就会离开皇宫，从此我与你们再无牵扯，想来你们也不会再烦心。谁在外面？快开门！开门！快开门啊！开门！开门啊！王爷，您要把长公主带回封地，陛下会放过您吗？本王要带她走，又何必惊动她呢？难道您要把长公主偷出宫？开门！开门！快点开门！求求我呀！开门！陆怀川，救救我！陆怀川！来，欢儿，是这个。哎呀，今天是个好日子呀！来，欢儿，这第一口菜先尝尝。来，义儿。哎，谢谢母后。都这么大了，还像一个小孩子一样贪嘴。那今日是你生日，哥哥我祝你一世无忧无虑，长命百岁。18年恩情，我用这条命还清了。今生我与你们再无相欠，愿来世我与你们相逢陌路，见面不识。未央，启禀陛下，未央宫走水，长公主不幸落难，死在了大火里。下去吧。这沈未央又想耍什么花招？好端端的王宫怎么会走水？能说出这样拙劣的谎言，难不成是想让我们去见他？义儿，这么大的事儿，侍卫怕是不敢胡说，真是走水了吧？皇后不必担心，就算是真的走水，宫中有那么多宫人，也不会有伤亡。她无非是知道我们给欢儿庆生，想着争宠罢了。成天想着这些旁门左道，这么喜欢争。那好，我亲自去给他点苦头尝尝。不必了。未央，母后错了，你醒醒啊！未央，未央，太后，您能说话了？贱人，终于死了！我就是大晋唯一的公主。太子哥哥，你可一定不要生皇姐的气。未央，该认错的是这个女人，生前不知自爱，临死离经叛道，忤逆自裁。既然如此，我们也不必联系她，将她丢去乱葬岗。陛下，未央是我们的女儿，你忍心让她变成孤魂野鬼，让她死不瞑目吗？为了和欢儿置气，竟能一死了之，走得这般干脆，可见在他的心中，我们根本就不值一提。这没有这样的女儿。陛下，未央生前受尽屈辱，怀川绝不会让她死后再背负任何的污名。说清楚，什么污名？期祸是未央被锁在殿内求生无门，不是自残，而是被人害死，简直是荒谬！皇城之中谁会害他？是朕，还是皇后？太子？难道是欢儿不成？空口白牙，我不会信你一个字。陆怀川，你知道是谁害了未央？告诉我，到底是谁？我要他千刀万剐，挫骨扬灰。
清欢，是你害了未央。是我，要不是因为我和父皇母后相认，皇姐也不会赴死。怪我现在就离开，一辈子不回来了。怡儿，欢儿可是你的亲妹妹，你怎么能够怀疑她呢？都是这个女人，3年前害死你的小皇妹，如今又给太后下毒，害得太后至今口不能言，她早该以死谢罪。贱人，你死了就没人知道真相了，你就替我背负这些罪名，安息上路吧。哎呀，母后，您怎么来了？未央，皇祖母，我知你因为未央的事伤心，可是你这样真的很伤身啊！不是未央。母后，您能说话了。下毒的不是未央，是他。花儿，居然是你！你为何要害太后啊？不是我，是皇祖母逼我的。他知道我失手杀害了小皇妹，不要把我赶出宫去。皇祖母，皇儿求您了，饶过我这一次吧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什么？3年前害死小皇妹的不是未央？原来你才是那个畜生！你这么歹毒，我们就不应该让你回宫，让你死在宫外。父皇，我流落在宫外18年，没人教会我什么是对错。我这么做是想获得你们的宠爱。母后，我可是你的亲生女儿啊！你舍得要送我走吗？陛下，花儿在外面流落了18年，是我们对不起她。她不懂事，我们可以教她。未央已经不在了，我们不能再失去花儿啊！母后，未央尸骨未寒，我定要查出真相，否则我怎么对得起未央？沈清欢，你若是一时犯错，为什么事后还要栽赃给未央？花儿，你是故意的吗？我是故意的，谁让你们偏心？现在沈未央死了，只有我才是你的女儿。就算我犯了错，又能怎么样？孽障！你谎话连篇，心肠歹毒。我们之前就不该让你回宫，让你死在宫外。陛下，花儿是我们的亲生女儿啊！从今日起，你不再是大靖公主，朕让你日夜为你的小皇妹和未央祈福，到死不得离宫。来人！不，父皇，你不能取走我的封号，父皇，你应该把沈清欢五马分尸。不，义儿，花儿是你的妹妹，未央已经不在了，就算你赔上花儿，她也活不过来呀。我们唯一能做的，就是将未央风光大葬，朕会特许将她葬入皇陵。想不到他们如此薄幸，即使未央死了，也不愿还他一个公道。未央，放心，我不会让你留在这里不得安宁。陛下，只怕未央不愿葬入皇陵。什么意思？怀传请旨，将长公主带回南陈王府，以王妃规制下葬。不行，未央是我的女儿，我是不会让你带走她的。不行，未央是我的女儿，我是不会让你带走她的。我们确实亏欠未央，即便我们有错，我们毕竟还是她的家人呢。此事不必再提。
怀川恕难从命。你闭嘴！你打了未央20掌，还和他恩断义绝，你如今哪儿来的脸面，还自称是他的父皇？未央生前受了那么多委屈，你们连给他讨个公道都不愿，除非你们答应让沈清欢以命换命，否则你们就不配做他的家人，更没有资格留下他。怀川是个好孩子，未央交给他，哀家放心。往后你们日日就活在愧疚里，就当是给未央赔罪吧。醒了，身子可有不适？药古神医说过，这假死药药性刚烈，才可保留闭息3日。你若是有不舒服，一定要告诉我。我这是离开皇宫了吗？是的，再过2日，我们便可到达封地。父王和母妃还在等着我们。我虽按你所说告知了你皇祖母，但她对你仍有挂念。你若是后悔，现在还来得及。我只后悔生在帝王家，但愿以后山水不再相逢，永不相见。殿下，你为了做这些簪子，几日未曾合养啊？再熬下去，恐怕有伤身体啊，殿下。对面不相识，我愿化作望奔天涯那一封信时，镌刻心头是你的名字。没有你这样的妹妹，你便3番5次陷害于她，你怎么变得如此狠心？沈未央，你不配做我妹妹。这点伤与未央受过的相比，算得了什么？殿下，我这就去叫神医。太子哥哥，太子哥哥，未央，未央，你回来了。以前是哥哥错了，哥哥一定会改的。你只要原谅哥哥，哥哥以后做什么都可以。你看，哥哥给你做的簪子。未央，未央，未央，你去哪儿了？殿下，刚才未央来过，你看到未央去哪儿了吗？殿下，长公主她已经死了呀。是啊，未央已经死了。刻了这么多簪子，也找不回之前送她的那只，更找不回我的妹妹。那我刻这些又有何用？事到如今，我能为未央做的只有报仇。贱人，你都死了，他们为什么还要为了你把我关起来？凭什么？太子哥哥，太子哥哥，你是来放我出去的吗？父皇母后原谅我了，我就知道他们不会这么狠心的。太子哥哥，他们也许会原谅你，但我不会。站住！别过来！你疯了吧？怀儿是你妹妹呀！母后，未央也是我妹妹，
沈清欢杀害小皇妹，毒害皇祖母，更害死了未央。我要让他血债血偿。放肆！这人死如灯灭，就算你掐死你妹妹，未央也活不过来呀！难道你还要为了一个死人赔上你妹妹的命吗？依儿，母后和你一样挂念着未央，可是那场火只是意外，它和花儿无关呢。你已经失去2个妹妹了，将来你会后悔的。那未央不就白死了吗？父皇，未央幼年时学会的第一句话可是父皇啊！您是看着他长大的，您不应该为他手刃凶手吗？母后，未央那么怕疼，他跌了跤，您是最心疼的。他死的时候那么疼，您就不心疼吗？母后，太子哥哥要杀了我，我真的没有害皇姐，救救我！花儿不可能恶意伤人的，他只是一时失手，才害了你小皇妹。未央不可能是他害死的。虽然他一时糊涂伤了你皇祖母，可是他已经知道改过了，你又何必咄咄逼人，揪着他的错处不放？你非要逼死你妹妹，你才甘心吗？这件事我们已经决定给花儿解禁了，你也不要再追究了，你就当未央跟我们的缘分尽了吧。这几日苦了你了。母后，这点小事我自己来就好。母后，这样的小事我自己来就好。清欢，你在干什么？太子哥哥，你看错了，那不是……沈清欢入宫3年，从不用婢女服侍坏人沐浴，难不成他藏了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？未央，哥哥会查清一切原委，替你讨回公道，弥补我对你的亏欠。若有来世，你可还认我这个哥哥？不必担忧，我父王和母妃早知道你会同我一起回来，他们还为你备好了卧房。若是被他们知道我在北疆为奴为娼，他们怎么会容纳我？怀川，怀川，总算是回来了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母妃，父王。啊，这就是未央吧？未央参见王爷王妃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！这么好的孩子，你父王母后怎么舍得送你去北疆，害你吃那么多苦？你放心，今后啊，这王府就是你的家，谁也不能再欺负你。您知道我在北疆的事？怀川把你的事情都跟我们说了，我们是怕你多想，觉得我们会介意此事，所以便急着出来接你了。傻孩子，这世道对我们女子太过苛刻，明明是你受罪，你却要担惊受怕。我和你父王都不是那么愚钝的人。这镯子是我母妃给我的，今日就送给你做见面礼了。不行，这太贵重了。是不是样式太老，你不喜欢？当然不是，这镯子很漂亮，我很喜欢。既然喜欢，你收着吧，反正我们没有女儿，以后这王府里的首饰都是给你留的，你就不要推辞了。我的亲人对我百般仇恨，他们初次见我便待我这般好，今后我会将他们当成亲生父母孝顺，报答他们的恩情。这一路你也辛苦了，先去歇歇吧，怀川。唉，也不知道皇帝一家子是怎么狠得下这个心，竟把一手养大的孩子给祸害成这样，连接受个礼物也这么小心翼翼的。一家子眼瞎，被个捡回来的女儿骗得团团转，且看着吧，早晚有他们后悔的时候。二公主，二公主，
接来的？二公主，是大喜事儿，陛下恢复您的封号了。真的？亲生女儿的身份真好用，犯了天大的事也不会被罚。从今往后，我就是大晋最尊贵的公主，再也不会有人和我争。对了，我让你打听苍狼的事，有眉目了吗？奴婢听说南城王追杀了那蛮夷3天3夜，还断了他一条腿，不过还是让他跑掉了。跑哪去了？二公主，奴婢快到出宫的年龄了，您看……废物，一点小事都办不好，还想出宫，还不滚出去给我开门！二公主这般绝情，看来我只能答应太子殿下拆穿二公主，才能给自己挣条出路。苍狼不死，我的身份就有一天会被发现。还好北疆与大晋有万里之遥，有什么风吹草动，我也能第一时间发现。环儿，你怎么突然让夏荷传话叫我们过来？陛下，娘娘，她的身上有个“祭”字。因为他是北疆军营里最下等的仆人。一儿，不可胡说。环儿自幼被一户农户收养，从来没有离开过大晋国，怎么可能是北疆的仆人？父皇，儿臣已派人查过，那户农家没有女儿，沈清欢的身份是假的，他是北疆人，他是苍狼派来偷军备图的探子。怎么可能？欢儿与我长得这般相似，他怎么可能是北疆人？娘娘，奴婢可以作证。贱人，你吃里扒外！二公主，你迟迟不放我离宫，可太子殿下答应过我，此事了结便会放我离开，奴婢总得为自己考虑。这些年来，二公主都在和北疆王暗中传信，我藏了一个心眼，悄悄留了一份。你不是我女儿，那我的女儿在哪儿？我被换走的孩子在哪儿啊？母后，此事本就是子虚乌有，未央才是我的亲妹妹。我的女儿死了，你害死了她！你还给我，他们要还给我啊！母后，母后，未央已经不在了，如今我们能做的，只有杀了杀害他的凶手，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。太子殿下饶命了，这并非是我本意，是苍狼王指使我的。如果我不冒充公主，他便要杀了我。包括沈未央也是苍狼害的。你看在我这3年还哄你们开心的份上，饶了我一命吧。你还有脸求饶？要不是你，我的女儿也不会死。今天我就将你抽筋扒皮，不得好死！来人！你们不能这么对我！沈未央不是我杀的，沈未央是你们害的，是你们偏要偏信，是你们活活逼死的他！说的对，是我害死了未央。未央，是母后害了你啊！母后，皇后，你醒了。未央，我要找未央。未央，我要去找未央。母后，未央她已经去了。我派去寻的人说，陆怀川把她葬在了封地，还命人在她的坟前日夜点香。您
可以安心了。不行，北瑶从小就胆小，他怕黑，我要去把他接回来。母后，太医说您忧思过度，伤了心神，您需要静养啊。我要去找未央，我要去找未央，放开我！好了，都别吵了。母后，我只是想去给未央上一炷香。他是我石月怀胎生下的孩子，我连最后一面都没见到他。若是他们知道未央还活着，还不知怎么去讨饶。未央受委屈的时候，不见你们关心，如今他已经走了，你们却知道后悔了，那还有什么用啊？你们别再去烦他了，免得他在地下都不得安生。殿下，您派出去的人传信回来说，见到了和长公主长得一模一样的人。长公主她也许还在人世。你说什么？未央她还活着？千真万确。真是太好了！快准备车驾，我们一起去接未央回宫。王爷王妃对我这般好，我没什么报答的，也不知道亲手熬的汤会不会合他们的心意。哎呀，快，把肉拿走！未央见了肉就恶心，以后王府都不许再买肉了。难怪来了这么多日，未见过桌上有荤菜，原来是为了我，让他们避开了。未央这孩子，我看之前受了不少苦，这几日说话都不敢大声，看着着实让人心痛啊。还不是都怪你，喜欢未央那么多年，藏着掖着不肯说，眼下又心急火燎的把人带回来，害得未央都没有准备。陆怀川喜欢我很多年，我看未央啊，压根就对你没有那心思，不然3年前也不会拒了婚事。3年前啊，你及笄之后就要嫁人了，我听皇祖母说要把你许配给南辰王。等你结婚的时候，哥哥我亲自背你上轿。什么啊？不，我不要嫁给他。嫁了人就要出府，我不想走，我想留在宫里，陪着你和父皇母后。川儿，男女之事讲究着你情我愿，你不能仗着你救了未央，就逼着他跟你完婚。父王放心，我不会强迫未央的。她若不愿，我会让母妃认她为干女儿，让她安心。我嫁。水边月影微明，我无袅袅眼睛，回首往日旧风景，不见未央，我带你回府，本意是想帮你，你不必为了报恩而强迫自己答应。王爷，不是报恩，而是我自愿嫁给你。你从来都是叫我王爷，对我没有半分亲近，又何必强迫自己？不是的，未央所言，字字属实。当年我想留在父母身边，所以才拒了婚事。可如今，我才发现，谁才是那个真心待我的人。说到底，不过只是想感激而已。不是的，我心仪王爷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王爷，不好了！王爷，不好了！苍狼带了一批死士混进了皇城，恐怕会对陛下不利。父皇，前面就是南辰王的封地了。我是担心
未央不肯原谅我们，不会愿意见我们。未央一向孝顺，只要我们诚心悔过，相信未央不会怨恨我们的。苍狼，皇城腹地足足有5万士兵把守，你们跑得掉吗？老东西，命都快没了，还敢嘴硬？说，布防图到底在哪儿？大晋国防布防图都在那个图上。你们一拿到，将入大晋，乃无人之境。我父皇是不会给你们的。不说，就一刀剐了你，把你活活疼死！哼，大晋可以换一个皇帝，但布防图绝不能丢。不怕死是吗？你干什么？你不怕死，我就当着你的面杀了你儿子！不要！就算你杀光我们所有人，我们也不会给你。你动手吧！还好未央不在。好啊，都不说，那我也不用留着你们了，把他们拴到马上，我们去陆怀川的封地报我这条腿的仇。一路上活活拖死他们，我倒是要看看他们的嘴有没有命硬。陆怀川，未央就和陆怀川在一起，你去到封地也没有用，怀川根本不在那儿。还想骗本王？你当本王是傻子吗？放开皇后！本王刚刚没有发现，你这皇后还有些容貌，这一路上连个娘们都没有，正好拿你泄泄火。你，把她给我扒光，我要当着皇帝的面上了皇后。把她衣服给我扒光！你干什么？放手！我要当着皇帝的面上了皇后。母后，你要什么我全都可以答应你，只要不交布防图都行。是吗？那我要你像狗一样叫一声拿过来求我。不要！兴许我高兴了，能放他。老东西，你哑巴了吗？叫出声来！我你叫的太难听了，本王不开心。这个娘们儿，本王玩定了。畜生！杀了你！一家子废物，倒是出了个带种的。好啊，我给你们一个面子，收个奴隶。来人！住手！未央，这就是你受过的苦吗？废物，怕了吗？行了，把他们都拴到马上。等我玩了这个娘们儿，你们再一起上。陆怀川，未央，你还活着？你还救我们是吗？
你还愿意帮我们？你是不是原谅我们了？原谅？你们从来没错过，我为何原谅？未央，我们都知道，沈清焕他是北疆的探子，你才是我们的女儿。我们之前是被小人蒙蔽了，对你做了很多错事，我们对不起你。原来只是因为我是亲生的，你们才会觉得惭愧。不是的，未央，我们真的错了。我们知道你还活着，所以出宫来接你回家的。家？3年前我就已经没有家了，你们要带我去哪儿？未央，皇后娘娘，他们围着你的时候，你怕吗？我在北疆的时候，每日都是这样怕。学狗叫很难吗？我学过很多次，他们每次都会大笑。老子在心口很疼，这种疼，即便是没有亲眼见过，也不会相信你太子殿下自愿去受，却相信我自愿去受。未央，是我们没有相信你，是我们害了你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们会改的，我愿意补偿你，我求求你，你再给母后一次机会。这句话我曾经等了很久，但我早已不想等了。未央不会这么绝情的，你只是在生我们的气，对不对？要不然你怎么会这么巧赶过来啊？陛下，未央得知你们有难，根本无意来帮忙，但国不可一日无君，怀川必须赶来护驾。未央只不过是想再见皇祖母一面，今日我们便会启程回封地。不必再说了，沈未央已经死了，你们没机会再补偿他。我们走吧。未央，他真的走了，我们不会再见到他了。不会的，未央是我们的女儿，她心里一定还有我们。只要我们肯重新回国，她一定会回来的。不管怎样，是我们的错。如果未央不原谅我们，我们就求他原谅，求他到原谅我们为止。皇祖母，好孩子，你没事就好。亲眼见到你，皇祖母这颗心呐，才算放下来了。你在王府过得可好啊？王妃和王爷，他们待我极好。我以为他们知道了我在北疆的经历，都会对我心生厌恶，但王妃和王爷并无介怀。王妃还把她祖传的镯子送给了我，我才知道，原来人对真正喜爱的人，并没有记忆，更没有怀疑我，而是心疼我受了那么多欺负。你这个不孝女，这般作践自己，还骗我们怜惜你，我们对你不够好吗？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他们从王爷那儿听说我见不了荤腥，生怕触及我的伤心事，便让王府上下都吃素，从此再也看不到一块肉。
来，未央，你多吃些。我不吃。孽障！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是连装都不跟我们装了是吧？你眼睛里面还有长幼尊卑吗？把那块肉捡起来，吃了它。他们有一次无意间见到我胳膊上的伤，难过的直掉眼泪，便花费千金，处处都给我寻药。如今看来，我胳膊上的伤几乎都看不着了。别过来！你为了让我们相信你，把自己弄得满身伤，还穿这种不知廉耻的衣服，把伤露出来给我们看。你这3年竟学会了这些。好，他们对你好，将来你嫁到王府，日子肯定会顺心顺意。对了，你们这次来是不是为了婚事啊？婚期定了吗？你从皇宫出嫁，一路上长途跋涉，你们可要尽早的准备呀。皇祖母，王妃定了婚期，就在下月初8，从王府出嫁。王府是我的家，他们是我的亲人，所以我想从王府出嫁。皇祖母真替你高兴。今后你在那儿过得清静，别再回来看见那些烦心的人了。也别惦记皇祖母，你要过得好，皇祖母就放心了。方才侍卫来报，苍狼已经死了。未央，他的仇，我终于替你报了。他死了，一切便都过去了，我也该忘却从前，珍惜眼前。马车就在宫外，我们尽早回去。母妃还在等你挑选嫁妆呢。未央，如果离开我们，对你来说才会更好。我们祝愿你，愿你这一世平安喜乐，福寿绵长。我不是君妻，我是公主，我爹是当前的皇帝。你要是再敢打我，我就杀了你们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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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谁？喂，叶儿，叶儿，我才是公主，我才是公主！你醒醒，哎呀，叶儿，未央，哥哥这次没错吧？太医说，叶儿外伤无碍，是他不愿醒来，也不知是怎样的美梦让他舍不得睁眼。也许是梦见未央了，毕竟
只在梦里我们才会相见。这簪子怎么手工这么差？难道是太子哥哥亲手做的？怎么，你嫌丑啊？那就丢掉了。啊！别丢别丢！叶儿啊，未央现在过得很好，他的孩子刚满月，我和你父皇呀，封那孩子为护国公主。